解放军绕台演习后，美国重新分析中国的核战略与俄罗斯的区别，结论认为美国的战争决心还是不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随着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军事行动的常态化，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决心又进行了分析研究。前几天，美国那个 Breaking Defense 这个军事网站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一下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核战略，并且判断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会让美国变得更没底气。文章认为，佩洛西的台湾之行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威胁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从而让其他国家认清中国对佩洛西之行所做的反应是严肃的。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判断，中国的核战略表明中国极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中国这个核力量又不算透明，这给国外的观察家们判断中国的想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他们说佩洛西去台北之前，中国的微博还有微信等互联网平台上就盛传了2辆东风5B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的视频，而他们认为中国是严格跟踪和审查网络上出现内容的，所以这似乎是中国通过互联网有意发出信号。加上佩洛西事件这个时机，他们认为似乎可以合理的得出结论，中国正在巧妙地发出核威慑，提醒其他国家中国具有什么样的核力量。估计中国网友们跟网信部门们也不明白这俩专家怎么想的。中国自媒体上出现大阅兵的视频片段又不泄密，我们至于管那么宽吗？所以这里也体现一个现实，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核战略还是感觉有点看不透摸不清。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混淆视听，把情况搞模糊。举个例子，在是否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已经变了，已经演变成不首先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某些情况下，比如中国核电站遭遇常规武器打击，那么中国仍然会用核武器对常规攻击做出报复。而后2位美国专家得出一个结论，说保持这样的模糊有利于中国的核战略，让对手看不清边界的同时不得不十分小心。相比之下，他们认为美国自己的态度就很清晰，美国通过冷战核对峙，现在形成了一整套防止误判、防止引起核战争的机制。所以前一段时间民兵3号洲际导弹就2次推迟试射，第一次呢是3月份俄乌战争刚开打，美国人说不能太刺激俄罗斯。第2次是8月，美国说别凑佩洛西那事儿的热闹，被中国误会了，等中国人小火再试射，并且试射之前要根据海牙行为规则规定的义务，向各国事先要发出通知。他们也发现中国在使用常规武器方面态度就非常清晰，的确我们会果断试射携带常规弹头的弹道导弹，发出警告。这其实呢就是双方力量对比造成的结果，毕竟我们常规力量方面更充沛，有足够的炫耀资本，而我们的核威慑更多还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美国现在也很关注的是，经过俄乌战争之后，中国会如何看待核力量的应用。因为大家都明白，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参战，唯一的忌惮就是俄罗斯大量的核弹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虽然远远不如美俄，但是最近的建设，包括沙漠上那些所谓的风力发电站基座，都证明中国正在努力提高自己战时的整体生存能力以及反击时的规模。所以美国也感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跟美俄一样拥有核力量军事。所以台湾有事的情况下，美国只能采取对台军售还有经济制裁措施，提高我们的成本，千万不能贸然采取一些导致直接军事对抗的行动。侧面这也说明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为什么说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是万万不可行的。所以现在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俄核裁军谈判，美国总想拉着中国。当然我们不会这么早去参加这种核裁军会谈，因为我们的核力量还没有吃胖呢，要减肥先得攒点力气。